3, 2, 1, go！ 瑞宝看到爷爷扛着竹子回家了，瑞宝趁爷爷不注意，悄悄跟了上去。瑞宝计谋成功，真的溜了进去。不过瑞宝只是在里面待了几秒，就被爷爷无情的拖了出来。因为这时候离下班还有一段时间，而瑞宝则哭喊着：“干什么？干什么？我不是员工吗？我走这个门有什么问题吗？”生气的瑞宝连扇爷爷好几个巴掌，然后又跟着爷爷转了好几圈，可见瑞宝这次的情绪真的很大，将爷爷连连认输投降，但根本不管用。瑞宝直接给爷爷逼到了园区的另一头，直到将爷爷被迫动用外界力量，用饮水盆水攻击瑞宝，瑞宝这才放弃，转头跑走。不过瑞宝这只是暂时的撤退，等一会儿爷爷离开饮水盆了，瑞宝又冲了上去。这几圈跑的瑞宝连滚带爬的，踉踉跄跄的，将爷爷奔跑时故意在滑梯上放了一块胡萝卜，以此来讨好瑞宝，转移瑞宝注意力。而眼看刚给瑞宝哄好，辉宝这里又冲了过去，姐妹俩这是轮番上阵啊，给将爷爷撵得气喘吁吁的。姐妹俩直接给爷爷撵回家才算完场。瑞宝扒着小门，还想着给其打开呢。瑞宝对着通道门又是一顿猛敲。此时房间里的江爷爷根本不敢发出声音，想着只要假装里面没人不理瑞宝，瑞宝一会儿就走了。一会儿瑞宝眼看里面没有任何动静，便离开了。中途瑞宝被辉宝拦截了，又是一顿折腾。瑞宝今天的运动量直接爆表了。直到一会儿辉宝肚子传来了信号，辉宝松开瑞宝，自己钻进了草丛里，开始铲青团。辉宝还是蛮讲卫生的，每次铲青团都会去草丛里面，不会乱铲青团。看来对大熊猫来说，铲青团也是个比较舒服的事情。辉宝的嘴角止不住的上扬。送爷爷以后，再也不用因为姐妹俩下班不回家而苦恼了，更不用再为此打数了。截止到今天为止，瑞宝和辉宝已经连续3天自己下班回家了。宋爷爷刚看到瑞宝和辉宝第一次下班回家时，激动的声音都颤抖了。이 녀석들 엄마 따라서 처음으로 퇴근했네. 완성. 同时宋爷爷还不忘感谢爱宝。宋爷爷表示是最近自己的腰不舒服，爱宝感觉出来了，所以帮自己把姐妹俩都带了回来。 송바오 허리가 너무 아파서 오늘 아이바오 힘을 빌렸습니다. 잘했어. 고마워 아이바오. 而在今天，就算不是宋爷爷值班，姐妹俩到下班点后也很自然的回了家。当然，这离不开爱宝的努力。瑞宝和辉宝能够自己回家，爱宝是最大的功臣。爱宝现在给姐妹俩带来的威压，直接能给其下一个好觉。现在饲养员们也有在刻意去锻炼爱宝，带姐妹俩回家。为此，现在每到下班点时，爷爷亦或是姨母会将通道门一直开着，而通道门里面还有一个门，则是位于体重秤前通往房间的门，这个门则是处于关闭状态。而现在每次爱宝回家时，发现回房间的通道门没有打开，便会再次返回园区查看是什么原因，以及到奶爸门口询问情况。不过聪明的爱宝很快就明白了奶爸的意思。爱宝发现只有瑞宝和辉宝一起跟自己回去时，奶爸才会开门，于是爱宝就这样被迫接下了带姐妹俩回家的工作。当爱宝喊姐妹俩回家时，辉宝此时依旧想用老办法往树上爬，以为这样妈妈就会和爷爷一样拿自己没办法了。但爱宝可不会像爷爷一样留手，看出辉宝的小心思来后，爱宝立马去组织辉宝，直接给爬到一半的辉宝从树上拽了下来。这样一来，辉宝也不敢再继续反抗，爱宝连踢带打的给辉宝弄出去。而这时得空的瑞宝则趁妈妈没注意到自己，快速爬上了小树。爱宝给辉宝拖回去后，回来发现瑞宝已经上树了。就在姨姨们以为爱宝这下拿瑞宝没办法了，下一秒不知是不是因为爱宝的威慑力太强了，亦或是爱宝在树下跟瑞宝说了什么，只见瑞宝看到妈妈回来了，竟慢慢的从小树上爬了下来，然后快速的跟上妈妈一起回了家。爱宝拿捏姐妹俩确实要比爷爷们轻松许多，而想必有了爱宝的这番教育，以后宋爷爷就不用再上树摘去。辉宝今天给宋爷爷收拾的服服帖帖的，甚至都让爷爷对着自己竖起了大拇指。这个称赞就连当年福宝都未曾达到过。今天下班点到了，宋爷爷跟窗外的游客们讲道，今天的辉宝有点难摘，给书抱得太紧了，接下来的操作要让大家见笑了。宋爷爷说完就爬上了树，但辉宝这脾气跟福宝相比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辉宝牢牢抱着树干，而宋爷爷因为辉宝抓着树干也不敢太用力，而且宋爷爷还要保证辉宝的安全，爷孙俩就在树上僵持着，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但宋爷爷不仅身体上劳累，还要抵抗自己心理上的折磨。一个100多斤的成年人弄不过一只几十斤的小熊，这很尴尬。
而更尴尬的则是瑞宝还在旁边人模人样的看热闹。瑞宝此时当起了吃瓜群众。此时的宋爷爷跟瑞宝相比，瑞宝的样子更像是人。宋爷爷跟辉宝僵持了5分钟，但宋爷爷却是一直找不到机会。置身事外的瑞宝看着爷爷和妹妹这模样，表示这简直比看电影还有意思。而且瑞宝手里还有美味的竹子，一边看爷爷和妹妹给自己表演着节目，一边吃着竹子，这惬意的模样让姨姨们看了笑得肚子疼。而宋爷爷这里急得头顶都冒汗了。辉宝东挪挪西挪挪，就是不想下去，也不给爷爷抱的机会。就这样，宋爷爷最后以失败告终。宋爷爷一顿操作给自己整得也累了，宋爷爷回房间稍作休息，而辉宝则得意洋洋地继续坐在小树上。一会儿，宋爷爷重新返回园区，给姐妹俩带来了盆盆奶。宋爷爷想看看能不能用盆盆奶吸引辉宝下来。宋爷爷先让瑞宝吃，打算让瑞宝馋馋辉宝。宋爷爷看着树上的辉宝，连连叹气，同时看着窗外围观的游客。宋爷爷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给辉宝竖起大拇指。游客问宋爷爷是不是要下班了，宋爷爷点头表示是的，但是辉宝就是不想下来，无奈只能加班。辉宝这次真是给宋爷爷彻彻底底的整服了。辉宝不愧是被叫做辉大王。江爷爷不再为每周的节目录制而烦恼后，心情明显变得愉快起来，放下手机，在园区一心一意地和瑞宝、辉宝玩耍。爷孙仨相互陪伴，相互治愈着。而现在的宋爷爷则是满脸的严肃与惆怅，就算姐妹俩围绕在自己的身边，也很难再展示出开心的模样。亦或是福宝的离开让宋爷爷疯心了。有医表示，宋爷爷现在对姐妹俩完全不是当年对福宝那样的状态，亦或是不敢爱了，对爱的犹豫，毕竟3年后的分开是必然的。而想必宋爷爷此时在园区发呆的这个时刻，之前应该是给福宝放置竹子，亦或是为福宝打扫卫生的时间，而现在突然空闲了下来，这让宋爷爷不禁又想起了福宝。福宝对于宋爷爷而言，宋爷爷在节目中曾讲过，福宝是不一样的，而且宋爷爷总是讲到福宝教会自己很多，甚至感叹自己上辈子和福宝是多大的缘分，今生才以这种方式见面，并表示下辈子还想和福宝再次见面。다음 생이 또 있다면 어떤 모습이 됐든 또 만나서 사랑하고 인연을 맺어가고 싶은 그런 존재가 되지 그런 생각을 해봅니다. 与正处于深情和悲痛中的宋爷爷相比，江爷爷的状态看上去比宋爷爷轻松许多，似乎没有了之前那般压力。自从江爷爷说要暂停自己的节目后，江爷爷在网上的视频画面确实肉眼可见的变少了，就连韩国的几大综艺节目，江爷爷也都很少露面了。江爷爷在自己流量最高的时候选择了退居2线，这一行为足以证明江爷爷对宝家的爱是单纯的。看来以后想要见到江爷爷，只能去爱宝乐园了。而对于心态这一点，宋爷爷还要向自己的前辈江爷爷多多学习啊，早日走出 emo 的状态，重新找回之前的宋3岁。没想到，原来宋爷爷年轻时的饲养员生活这么丰富。前几天看到有人考古出了江爷爷在动物园当引导员的视频，今天又看到了宋爷爷给游客们表演节目的视频。2个爷爷在动物园这个领域真是全能呀！只见宋爷爷手托鹦鹉，让其飞舞在观众之间。不仅如此，宋爷爷给小水獭指挥的也是有模有样的。宋爷爷这年轻时宛如一个社牛 ，cosplay 穿在身，丝毫不怯场，甚至还会引导金毛弹钢琴。宋爷爷这真是全身都是活儿。宋爷爷除了饲养大熊猫以外，最擅长的还是饲养灵长类动物，例如金丝猴、猩猩等。而宋爷爷手里的这只小猴子，从出生时就不断的遭到族群里其他猴子的欺负。宋爷爷一脸镇定的将其拿在手中，仔细检查着小猴子的身体状况。此时，小猴子的胳膊已经被猴群折断了。宋爷爷需要观察小猴子的具体情况，然后对其进行治疗。宋爷爷这从容淡定的神态，貌似已经不是第一次处理这种事情了。此时从宋爷爷身上根本看不到，以后他会因为一只熊猫幼崽从树上掉下来，而自己没接住，懊恼了整整3年，甚至严重时期就连做梦都会在埋怨自己。这种感觉像是宋爷爷饲养大熊猫后降智了，虽然实际年龄变大了，但是心理年龄却越来越年轻，最后被公认为心理年龄只有3岁。宋爷爷小心翼翼地扶着小猴子，另外的饲养员负责为小猴子上药。小猴子似乎明白了饲养员们是在救他，为他疗伤，所以便不再挣扎。小猴子不敢看自己的伤口，于是转过头去，咬着牙强忍着疼痛，接受着饲养员的治疗。宋爷爷将头靠在小猴子的额头上，试图给予其鼓励，使其有安全感。宋爷爷用额头触碰小猴子的额头后，小猴子停止了哭泣。宋爷爷从年轻时对于小动物们就有在用心去照顾，
所以现在饲养保家时，宋爷爷并不是在演，这更像是爱的接替。宋爷爷对于动物的爱没有过偏袒，只想把自己当下最好的状态和责任心给予自己现在所照顾的小动物。这也是宋爷爷为什么能得到游客和网友们认可的原因之一。熟睡中的瑞宝突然被妈妈咬着后脖梗子拎了起来，瑞宝眼睛瞪得溜圆，心想这婆娘到底还要发疯到什么时候？就在刚才，爱宝从室外园区散步回来，心情就异常的亢奋。先是拿着瑞宝像是对待一个玩物一样一通丢拉玩耍，瑞宝则不服气的挥动着小拳吹妈妈，这两下气势很足，但力度像是在给爱宝挠痒一样。瑞宝等了一会儿，眼看妈妈算是消停了，爬到了小滑梯上，想要休息一会儿，哪知还没等瑞宝睡着，爱宝就又来到了瑞宝的身前，咬着瑞宝后脖梗子就给其拎了起来。瑞宝眼睛瞪得溜圆，一时没分清自己这是现实还是在做梦。爱宝拎起瑞宝后对瑞宝说，睡觉要像妈妈这样睡起来更舒服。此时瑞宝心里有数万匹羊驼在奔跑，心想我真的谢谢你了，我那充满爱的老母亲。此时的瑞宝只想寻求一份安静，安安稳稳的睡一会儿。而爱宝一回头发现瑞宝跑了，立马跟下去，重新给瑞宝放回滑梯平台。爱宝这是在跟瑞宝传授自己的生存本领，只是瑞宝现在还不懂。直到一会儿，爱宝听到了通道门传来了声音，爱宝丢下瑞宝头都不回的就走了。爱宝走到奶爸的通道门口，跟奶爸讲可以给自己开门了。爷爷收到爱宝的回复后，立马给爱宝把门打开，让爱宝回了家。而刚才瑞宝受伤的小心灵也将由宋爷爷对其进行安慰。宋爷爷这次给姐妹俩带来了雪竹。宋爷爷看着在树上困成乐宝的辉宝，用手机记录了一下其样子，然后便转身先去了瑞宝那里。宋爷爷将一根雪竹递给瑞宝。此时的瑞宝经过刚才被妈妈的折腾，现在又困又饿。宋爷爷这时转头发现辉宝醒了过来，急忙过去给辉宝送竹笋。辉宝这睡觉姿势也有点福宝姐姐的风范，这脑充血睡姿妥妥宝家的标志性睡姿。不管怎么样，宋爷爷也心满意足的让姐妹俩都吃上了自己亲手采摘的雪竹竹笋。宋爷爷这位竹笋的比吃竹笋的还要开心。虽然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在熊猫界雄性大熊猫是不会去照顾自己孩子的，但对于第一次了解到这个事情的人来说还是很震惊的。 사실은 아빠가 육아에 전혀 참여를 하지 않습니다. 아빠가 육아에 전혀 참여를 하지 않습니다. 원래 딱 짝짓기가 끝나면 바로 떠나버려요. 또 다음 짝을 찾는 시기에 虽然大熊猫很可爱，但雄性大熊猫却都宛如渣男一般的存在，育儿贡献度为0，来年再去找新伴侣。对于自己的孩子更是连看都不看。不过对于圈养大熊猫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尤其是乐宝，韩国只有爱宝，所以乐宝只能终其一人。 甚至乐宝自成年以后，除爱宝以外都没有见过别的雌性大熊猫。而爷爷们为了培养乐宝的难得，还特意给乐宝准备了一个课，让乐宝学习认识自己的女儿。那就是爷爷们特意为乐宝剪辑了福宝的视频给乐宝观看，并在旁边对其进行讲解。不过乐宝对其并不感兴趣。除此之外，江爷爷还表示，虽然福宝一家都是圈养的动物，但他们也要和野生大熊猫一样，不能让其彼此见面。 乐宝是永远无法与福宝见面的，瑞宝、辉宝亦是如此。 러바오는 평생 푸바오를 못 보는 거예요? 그렇죠. 사실은 这次在节目中，宋爷爷还讲到，为什么在福宝小时候玩具不断。原来宋爷爷曾给自己立了 flag， 일주일에 한 번 정도는 꼭 해줘야겠다。 就这样，宋爷爷慢慢坚持下来，回头发现自己技术越来越精湛了。在遇见福宝一家之前，宋爷爷是没有手工制作玩具的，更别说这种大物件了。 宋爷爷表示，也是因为宝家，才让自己发现了自己还有这样的能力。爱宝躺在草地上，给自己挠脚丫的样子，可爱程度已反超瑞宝和辉宝。而爱宝现在的生活，逐渐开始让游客们所羡慕。瑞宝和辉宝现在都大了，也不会过来烦爱宝了。而爱宝每天就是吃吃玩玩，什么也不用操心了。况且，对于瑞宝和辉宝的育儿方面，还有2个奶爸的帮忙，以及奶爸还会给自己额外加餐。对于育儿方面， 爱宝从始至今都没操过什么心，而瑞宝和辉宝现在对于爱宝，准确的来说，更像是2个丰容。当自己无聊时，把姐妹俩喊过来把玩一会儿；当自己不想玩时，就给姐妹俩推走，亦或是直接喊奶爸和姨母，给自己把去室外的门打开，让自己出去玩。爱宝旅韩的这些年里，从来没尝过苦的味道，感受到的只有奶爸们对自己的爱。从刚来韩国时，爱宝对园区的不适应，以及对社内没有安全感，爷爷们便想尽办法 给爱宝提供足够的安全感。江爷爷对爱宝不敢来室外，江爷爷给园区放满小零食，让爱宝感觉到在室外园区只有甜没有苦。爱宝晚上内心不安，不敢入睡。
将爷爷就搬小床来爱宝身边。当爱宝怀福宝时，从开始时的待产，爷爷们便24小时不间断的守护，不分白天和黑夜，而且怕打扰到爱宝，爷爷们经常打着一个微弱灯光的手电，摸黑对其照顾。另外还有多名饲养员在监控器前守着。那段时间，爱宝的青团和小便，爷爷们对其的小心程度堪比如获至宝。因为有了这些，兽医就能从中分析出爱宝今日的身体状况如何。而在爱宝生孩子后，爷爷们对其更是加倍重视，不管是生完福宝还是生完瑞宝和辉宝，爷爷给予爱宝的照顾都是一如既往的体贴。饭来张口的画面，我们看得更是数不胜数了。而将爷爷徒手给爱宝用纸巾擦拭身旁尿液的画面，更是让宝家粉丝们看到落泪。这体贴的程度放到人类身上，也足以称得上是体贴入微了。而爱宝在坐月子期间，肉眼可见般的变胖，爱宝是幸福的胖，更是爷爷们对其爱的反馈。可以说，爱宝旅韩的这几年，虽然韩国物资不富足，但是在有限的条件里，爷爷们对其的照顾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挑出毛病的地方。甚至有很多粉丝看了表示，这才是国宝应有的待遇。盛谢阿姨今天把自己的姐妹团全喊来给自己助阵了，而眼前这些姨姨可都是照顾福宝一家的，可见辅助宋爷爷和江爷爷的不只有盛谢阿姨。这周盛谢阿姨又带来了姐妹俩调皮的视频。先是姐妹俩的私生活，早上盛谢阿姨来到房间叫姐妹俩起床，喊姐妹俩该去室外玩耍。辉宝凑到姨母身边，坐在原地将手伸出了栅栏，像是在学妈妈的样子等待体检，并接受姨母的小零食。紧接着，盛熙姨母带姐妹俩来到体重秤前，给姐妹俩测量体重。今天辉宝的体重是30.4千克，而今天的瑞宝不想上班，是被姨母强行拖出来的。瑞宝今天的体重是26千克。体重测量完的瑞宝依旧是一脸懵，一副还没睡醒的样子。这周盛熙阿姨还发现了瑞宝身上的一个小开关，那就是瑞宝的小尾巴。只要一碰瑞宝尾巴的上半部分，瑞宝的尾巴就会自动打开。不过这一看就是假的，除非让我亲自试试。同时，虽然江爷爷没有了自己的节目，但每周都会以特约嘉宾出现在盛熙阿姨的视频中。江爷爷跟瑞宝在园区 battle 了一下彼此的舞步，江爷爷全胜。江爷爷出场必是视频中的精彩时刻，瑞宝和辉宝总能和江爷爷产生不一样的火花。看瑞宝这全身上下这不想回家的模样，简直不要太可爱。一会儿，爷爷又去抱了辉宝，此时的瑞宝都快爬出来了。江爷爷瞄准瑞宝，一个挥手给瑞宝来了一个全雷打，然后趁姐妹俩还没反应过来，赶紧给姐妹俩拖回了家。而这周的彩蛋是江爷爷在给芋头苗浇水时，发现了自己的芋头苗都被姐妹俩磕坏了。今天在妈妈和爷爷的陪伴下，姐妹俩又度过了一个朴实无华的一天。早上，宋爷爷举着自己的自拍杆来到园区，此时的瑞宝又在欺负南天宝了。宋爷爷不敢过去，因为过去了，瑞宝就该改成欺负自己了。很快，坐在小滑梯上的爱宝爬不下去了，冲下来就将瑞宝撞翻在地。爱宝开始教育瑞宝，表示园区里的一花一物都需要精心呵护才行。爱宝的教育总是那么到位，每次爷爷们看了也都很欣慰。爱宝关键时刻出现在姐妹俩的身边，爷爷们有时看了都感觉很爽，尤其是姐妹俩犯错时，两个爷爷都在暗自鼓励爱宝揍他。 제가 그런 마음을 먹을 때 아이바오가 조절을 하거든요. 등짝 스매시 친다고. 잘한다 아이바오. 그래. 이런 느낌으로. 而此时，辉宝正在树上看热闹，难得辉宝这次没有挨揍，辉宝试图给自己调整到一个最佳观影位置，小手和小脚撑在树上，撅着性感的小翘臀，样子很是可爱。宋爷爷这里则开始为姐妹俩打扫园区了。瑞宝像是个跟屁虫一样，要么抱抱爷爷的大腿，要么就跟在爷爷屁股后面，爷爷去哪里，瑞宝就跟去哪里。等爷爷回房间后，瑞宝又爬上了小树。园区这么大，没有一个地方能让瑞宝待得超过5分钟。瑞宝总感觉每一个地方都挺好玩，同时又感觉另一个地方可能会更好玩。等瑞宝安稳后，辉宝的活力又恢复了，姐妹俩玩耍打闹都是轮班制的，这让园区的南天宝一刻都得不到安稳。园区里的南天宝每天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过今天。辉宝欺负了一阵南天宝后，兜兜转转来到了饮水盆前。现在姐妹俩也喜欢上了喝水，不再只吃奶水解渴，现在已然有了一副大熊猫的模样。尤其是辉宝，小肚腩都出来了。此时，瑞宝看到爷爷和姨母纷纷都从自己身边离开，心想：嘿嘿，爷爷和姨母都不跟我玩，这下就别怪我了。辉宝扒着小腹就往上爬，将爷爷小独木桥走到一半，感觉不对，回头查看，看到瑞宝离树顶不远了，紧急掉头又走了回来。这马上下班了，江爷爷也不想给自己徒增工作，因为自己一把年纪了，也不能像宋爷爷一样爬到树顶抱姐妹俩。
将爷爷赶紧抓住快要爬到树顶上的瑞宝，给瑞宝腋窝挠痒。瑞宝痒得受不了，只好爬了下来。瑞宝对爷爷讲：“你最好在这里陪着我，你要是离开，我就爬树上。”瑞宝这里分明就是吃醋了，不想让爷爷去找妹妹，只想让爷爷陪着自己。瑞宝躺在小木床上，享受着爷爷按摩的样子，别提多安逸了。这从小喜欢上爷爷按摩的瑞宝，怕是以后回国了也戒不掉。而辉宝这里也有在享受按摩，不过圣希阿姨的按摩手法看上去就没有将爷爷按摩的舒服。圣希阿姨如果想让姐妹俩喜欢上自己的按摩手法，还得多加练习啊。不过对于辉宝来说，这就已经很满足了。辉宝从小就展现出了爸爸乐宝那一副不值钱的样子，只要有人陪自己玩，自己就开心的不得了。不过这同时说明辉宝是像爸爸一样性格开朗，更加亲人。而现在圣希阿姨也渐渐有了随时拿出手机给姐妹俩拍视频的习惯，随时记录姐妹俩可爱的瞬间，这样不仅可以把自己每周的视频内容做得更丰富，还可以给宝家粉丝们分享一些瑞宝和辉宝平日里的细碎小事儿。这时瑞宝也享受的差不多了，将爷爷先抱起瑞宝给其带回了家。此时瑞宝对于回家也没有了怨言，因为该享受的都享受了，回家再去喝点盆盆奶，又是美美的一天。而辉宝这里不想好好走路，就这样一直抱着姨姨的大腿拖着走，屁股都快磨出火花了。辉宝真是把爸爸的搞笑基因一点不落的全遗传过来了。瑞宝和辉宝现在跟爷爷玩欲擒故纵的手段，跟福宝姐姐比起来根本不在一个段位上。福宝当年不想自己下班时，直接喊来2个爷爷或姨母来抬自己回去，而看姐妹俩这里现在已经完全被爷爷拿捏了。以前好在爷爷还能给其抱回家，后来顶多给自己抱到门口，最近都开始让自己走回去。主要是相比福宝当年，现在姐妹俩这里胆子小的不是一点儿。现在姐妹俩看到妈妈回家了，亦或是园区没人了，就剩自己了，姐妹俩就会急忙赶回去。而福宝当年就算在室外园区，天都黑了，园区只能靠微弱的灯光照亮时，都没有害怕的念头，反给爷爷们拿捏的死死的。而今天姐妹俩下班时，就又被宋3岁拿捏了。下班前1分钟，母女3个还一起坐在小桌子上啃竹笋，而下一秒，爱宝一抬头，发现通道门开了，又是老样子，直接丢下姐妹俩，自己先回去了。奈何爱宝刚走到门口，宋3岁就给门关上了。爱宝立马掉头走向宋3岁的门口，问奶爸怎么回事儿。宋3岁表示自己按错了，重新给爱宝把门打开。爱宝走进通道门后，吃起了宋3岁放置的小零食，目的是让爱宝引诱姐妹俩回家。此时在树上的辉宝仰着高傲的小脑袋，假装没看见，想跟爷爷拉扯一番。很快爱宝这里也将小零食吃完了，但是奶爸还没有给自己开里面的那扇通道门，再次走出来询问奶爸。而这时辉宝也要按捺不住了，这次爱宝的出来像是给了辉宝一个台阶，辉宝就这样屁颠屁颠的跟着妈妈走了回去。辉宝跟着妈妈走进通道门后，随即宋3岁便将通道门关上了，然后来到园区叫醒正在熟睡中的瑞宝。宋3岁给瑞宝从树上抱到了通道门口前，没有直接将其抱回家。瑞宝被爷爷的突然叫醒，又不给自己抱回家，生气了，问爷爷怎么这么懒了，以前可不是这么对福宝姐姐的。但即便这样，瑞宝依旧选择了自己走回去。瑞宝和辉宝在宋3岁这里越来越没有拉扯的余地了。依依今天去看瑞宝辉宝时，偶遇江爷爷正站在游客的风景区，江爷爷看着宝家成员思考着什么。依依猜想可能是在赌熊思熊，姐妹俩现在这可爱的模样越来越让江爷爷想念福宝。姐妹俩现在的一举一动都透露着和福宝小时候一样的调皮，例如瑞宝今天非要爬妈妈此时正倚靠着的小树，但是此时爱宝阻挡了瑞宝的去路，瑞宝便直接踩着爱宝的身子爬了上去。瑞宝踩在爱宝身上的样子就像是在爬楼梯一般，但爱宝被瑞宝这50多斤重的熊踩在身上，愣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直到瑞宝爬到树上挤到自己时才反应了过来。瑞宝接着一下扑在妈妈的头上，将妈妈揽进了自己的怀里。爱宝被瑞宝弄得痒痒的，小手在头上挥来挥去，好似一副娇羞的模样。爱宝可爱起来，瞬间就没了瑞宝辉宝什么事儿。一会儿瑞宝又挪动了一下位置，又踩了妈妈一遍，这一下爱宝忍不了了，表示瑞宝这逆子真拿自己当地毯，在自己头上踩来踩去的。母女俩闹着闹着就急了，爱宝一口咬住了瑞宝的小脑袋瓜，让瑞宝老实一点。而此时无聊的光君正趴在小亭子上，光君一个人默默地啃着竹笋。妈妈和姐姐的热闹并不属于自己。等依依再一次排队回来时，瑞宝来到了爷爷的员工通道门口。姐妹俩现在不仅会自己下班回家，甚至都有了想提前给自己下班的想法。
以后饲养员们出门，怕是要先给人揍死。瑞宝和辉宝开门的手法真是越加熟练了。今天江爷爷差点一个不注意，又让辉宝给丢在房间。前2天在宋爷爷的纵容下，姐妹俩现在对于如何开门已经掌握了一定技巧。早上江爷爷来到园区后，一身轻松的向小亭子走去，结果发现辉宝没有跟上来，转头发现自己要是晚点，辉宝都快跑屋里去了。被江爷爷阻拦后的辉宝明显是在嫌弃爷爷多管闲事儿。爷爷，你不要多管闲事。江爷爷试图引走辉宝去到别的地方，但是辉宝不上当，辉宝几次被爷爷推倒，于是把自己心中的怨气和不满全发泄在了不会还手的南天宝身上。看到这一场景的江爷爷着急的直接原地开手，想让辉宝起来，但又不想阻止辉宝释放他的天性，同时又很心疼自己维护已久的南天宝，一下就给江爷爷整纠结了。而且如果去抱辉宝的话，万一辉宝给南天宝抱着不撒手，那结果就是南天宝被连根拔起。此时的江爷爷只能在旁边看着，而辉宝这算是找到了爷爷的软肋。大熊猫也是能看懂人的情绪变化的，看到爷爷不敢过来后，辉宝掉头走向了门口，再次尝试开门回家。江爷爷占着身高优势，从上方给门紧紧摁住，同时用另一只手骚扰辉宝。生气的辉宝追着爷爷直转圈，就这，江爷爷扶着门的手都没放开，眼见追不上，辉宝索性直接抱住了爷爷的大腿耍赖。江爷爷将辉宝推开，辉宝就顺势再次走向通道门。等江爷爷再次给辉宝推开时，刚好给气推到了南天宝前，这让无辜的南天宝再次后悔。眼看辉宝这般无赖，江爷爷索性回去将门牢牢锁上了。爷爷回去后，辉宝还在尝试将门打开，小手用不上力，还试图用牙咬，想将门上的锁咬坏。辉宝这学习能力放在人类里面，怕是能上小学了吧？妈，我的好妈妈，走开点，这么热的天不要离我这么近，我就要挨着妈妈。哎呀，说你不听，摔了吧。瑞宝和爱宝的清晨简直不要太有爱。瑞宝在妈妈身边折腾来折腾去，爱宝始终没有生气，任凭瑞宝对着自己折腾。相比瑞宝的折腾，爱宝只是感觉天气真的越来越热了，热到没有力气揍熊孩子，而瑞宝这里始终都不消停。妈妈，你看我，妈妈，你快看我，看我是不是比之前更厉害了？妈妈，快看我倒立！妈妈，看我，快点！今天爱宝的情绪很是稳定，瑞宝在自己身边折腾的没完没了的，爱宝始终都没有发脾气，完全就如江爷爷所说的那样，爱宝是自己见过最称职的熊猫妈妈。都说爱宝的2胎是照猪养，实际上爱宝对于福宝、瑞宝、辉宝都是一样的。当年给福宝宠溺，现在对瑞宝、辉宝同样的一点也没少。姐妹俩吃完爷爷的盆盆奶没吃饱，回到家就往爱宝怀里钻。不管爱宝此时是在睡觉还是在吃饭，而爱宝也没有嫌他们烦，任凭姐妹俩在怀里折腾。而在照顾姐妹俩时更是小心翼翼。江爷爷曾在节目中讲到，在瑞宝和辉宝小时候，因为饲养员们经常需要给姐妹俩做检查，而很多大熊猫妈妈在叼着孩子行走或者用手抓着孩子时，经常会将其弄伤，但是爱宝从来没有过。 자, 우리 아이바오는 정말 육아가 아주 뛰어난 친구예요. 이렇게 쌍둥이를 키우는 경우나 아니면 건강검진을 위해서 검사를 할 때 엄마에게서 아기가 와서 보면 잔 상처들이 많이 생긴다고 해요. 그런데 아이바오는 지금까지 애기에게 상처를 입힌 적이 하나도 없습니다. 爱宝照顾姐妹俩时，这细腻的动作以及陪其不厌其烦的玩耍和陪伴，就是对瑞宝、辉宝爱的体现，更没有1胎与2胎的区别对待。不愧是让爷爷抱起来，误以为是爱宝的胖胖辉。今天辉宝因为自己那圆润的小肚腩上了韩国热搜，辉宝被韩国姨姨们取名为圆球宝宝，这是对辉宝小肚腩最大的肯定。辉宝这坐在小亭子上后隆起的小肚子，既有爱宝的可爱，又有乐宝的慵懒。再从背影看，辉宝圆鼓鼓的身材加上短粗的土豆腿，简直是要可爱疯了。活泼可爱且又会整活的辉宝，简直就是梦中情熊。韩国姨姨们纷纷表示，辉宝长大后一定又会是一只大美熊。当然，论可爱，也少了我们的瑞宝。最近我们的瑞宝除了可爱以外，还有点可怜。昨天江爷爷来到园区给姐妹俩送竹笋，此时的瑞宝正在小亭子上，而辉宝则在小树上。江爷爷拉拽了一下小亭子上的瑞宝，瑞宝立马变得瘫软起来。原来只要名字带猫的动物都是水做的。瑞宝在小亭子上瘫软了好一会儿，才重新给自己恢复过来。一会儿，江爷爷又回来了，这次给爱宝拿来了窝头。江爷爷给窝头藏到竹子堆里后，赶紧又摆弄了一下竹子，不能混淆视听，防止引起瑞宝的注意。江爷爷从爱宝的竹子堆里抽出来一小部分，
给这部分竹子放到了辉宝的小树上。江爷爷忙碌完，转头要走时，发现姐妹俩的竹笋又都掉了。江爷爷这顿忙活，给自己忙得晕头转向的。给竹笋重新清洗完，再次递给姐妹俩。江爷爷总算可以回去休息一下了。而这时，就在瑞宝抱着竹笋啃得正起劲儿时，瑞宝小眼睛一转，顿感有事情要发生。下一秒，一个巴掌就出现在了自己的脸盆上，然后自己的竹笋就消失了。被妈妈抢走竹笋的瑞宝一点脾气也不敢有，就连想尝一下妈妈手里的竹笋皮也要经过妈妈的同意。由于今天的竹笋比较鲜嫩，所以爱宝连竹笋皮也没有给瑞宝留。就在瑞宝在从小木床上翻来覆去时，发现了爷爷藏在竹子堆里的窝头。瑞宝立马将窝头抱起，准备给窝头带走。爱宝及时反应过来，赶紧凑上前给窝头抢了回来。树下一番激战，而树上独自享用竹笋的辉宝则显得很是安逸。现在宋3岁一心沉浸在研究让姐妹俩自己回家的方法上，而江爷爷这里则依旧喜欢采用最传统的方式抱姐妹俩回家。或许对于江爷爷来说，想的是趁现在还能抱得动，趁现在还能抱得到，就多抱抱。建议宋3岁学习一下江爷爷的心态，因为等瑞宝和辉宝独立后，想抱就抱。好几天没来园区的江爷爷对姐妹俩很是想念。今天来看姐妹俩时，还给姐妹俩带了大竹笋。江爷爷将大竹笋递给辉宝后，辉宝直接抱着竹笋开口。辉宝虽然是女熊，但性子和爸爸一样，向来不爱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而瑞宝这里接过爷爷竹笋后，走到爷爷身边和爷爷贴贴。瑞宝从小就懂得如何拿捏爷爷，看到瑞宝走到自己身边的江爷爷，嘴角都开心的合不上了。而咱辉宝就这样自己一个人坐在小滑梯上，心中没有一丝杂念。干饭这件事情对辉宝来说是最专心致志的事情了，这也就理解为什么辉宝的体重会比瑞宝沉了。而瑞宝这里吃了没一会儿，又玩起来了。瑞宝这里体重想追上辉宝还是有难度。江爷爷陪姐妹俩玩耍一会儿后，开始为爱宝收拾刚才吃剩的竹子。而此时的姐妹俩竹笋也不吃了，一起挤在小滑梯上玩耍。在江爷爷在园区四处查看时，还在饮水盆处发现了一根雪竹竹笋。江爷爷先将这根雪竹竹笋递给了瑞宝，江爷爷也不能偏袒，于是又去继续寻找。江爷爷走到远处的草丛里，发现了一根递给了辉宝。姐妹俩神同步的躺在小滑梯上吃着竹笋。江爷爷绕到姐妹俩跟前，姐妹俩又神同步的一起抬起了头。这模样不要太可爱。今天江爷爷也没有让姐妹俩自己回家，而是一个一个自己抱回去的。江爷爷先抱的辉宝，抱起辉宝时，江爷爷表情都变了。江爷爷心里一定又在想，江爷爷将辉宝抱到门口后，将辉宝拖了回去，之后紧接着去抱瑞宝。细看江爷爷在抱瑞宝和辉宝时，表情都不一样。抱瑞宝时，嘴角还可以上扬；抱辉宝时，江爷爷咬牙坚持，心想一定不能让辉宝掉下去。而瑞宝这里到达门口时，江爷爷是直接抱着瑞宝走进了通道门口。昨晚宋爷爷又偷偷给瑞宝和辉宝写日记了。这次宋爷爷在日记中提到，这周自己给瑞宝和辉宝把韩国几个有标志性的竹笋都整了出来，让姐妹俩全尝了一遍。例如梦中竹、棉花竹、国王竹以及雪竹竹笋，每一种竹笋姐妹俩都能接受。宋爷爷表示，虽然姐妹俩臼齿还没有长出来，但是姐妹俩吃竹笋时的样子看得出都很是卖力。宋爷爷解释道，食草动物的臼齿比食肉动物臼齿要发达，因为它们需要用来咀嚼大量的纤维性食物以及坚硬的食物。同时，宋爷爷预测大概等7月份，也就是瑞宝辉宝生日时，它们的臼齿才会长出。虽然姐妹俩的臼齿还没长出来，但姐妹俩现在能够将竹笋一点一点嚼碎了，或许这就是动物对食物原有的渴望。而随着姐妹俩现在吃的越来越多样，排出的青团也越来越奇形怪状。宋爷爷蹲守了姐妹俩1周的青团，最后总结到，现在姐妹俩的青团越来越像红薯了，而且里面的竹笋以及胡萝卜块明显增加。宋爷爷感叹，这太神奇了，想必今年姐妹俩锻炼了吃竹笋的能力后，等明年牙长齐了，就可以更好的享受美味的竹笋。这次宋爷爷还在日记中给瑞宝和辉宝的腿短做了评价。宋爷爷表示，大熊猫之所以看起来腿比较短，那是因为人们都误以为大熊猫只有腿部黑色的部分，但实际上在黑色毛发上面还有隐藏着很长一截，那也算是他们的腿。为此，宋爷爷还特意找了个显腿长的角度，给辉宝拍了一张巨显腿长的照片。姨姨们觉得这样看，辉宝